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6日晚间17点4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美股昨天表现啊，美股昨天我说了，到达这个位置上一定会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这里存在一个波谷，这个波谷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等位置波谷，等位置波谷连接过来之后呢，它形成了一个压力区，这个压力区呢是非常难以突破的，所以上行之后发生了跌破。同时呢美国这方面有一个非常不成文的惯例就是每次会议昨天是加息会议嘛，加息会议是利空，但是加息会议无论是利空还是利好的这些会议都会引发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就是美股的上涨。上涨之后呢，这个靴子一旦落地之后，它还会进行原有的趋势。所以呢，无论好的消息、好的会议还是坏的会议，我们都要做多头的准备。这个准备完成之后，这个靴子落地之后，会议宣布结束之后这个结果出来以后一定是做空的，一定是空头的。所以呢，行情当中有这样的规律，我在前面很多课程当中讲过这个规律，一定要记住，就是美股一旦有会议美国一旦有会议，无论是加息或者是降息无论什么会议都会引起美股的拉升，拉升之后靴子落地之后还要回到原有的趋势上来这个问题呢我反复提到了好多次。同时呢，结合盘面我们看到了刚才我画出来的这个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它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区，这个阻力区是难以突破的所以呢美股目前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同时呢，周线上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目标位，我们看到这里这个位置呢是绿色线绿色线我们看到了这里是120周的均线，因为我们看的是周线，周线美股绿色线的目标位将要达到31000点这是我们周线级别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西游的一个目标位。然后回到比特币这里，这个位置呢跌破之后呢，已经跌破了箱体，这个箱体跌破之后一直在下杀，但在下杀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开始犹豫为什么犹豫呢？因为这个位置它做了很多假的谎骗性的 K 线，特别是在小日线这里在15分钟线这里做了非常多的谎骗性 K 线，特别今天下午15点30一个下杀，然后又反弹上来，这种诱骗性的 K 线非常干扰我们多空的一个判断那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应该像剥洋葱一样把它剥开来看。首先呢是周线级别上，周线级别上我们处在什么位置呢？这里4月4日的这里是一根悟空阴线，然后是8阶阴线组，8阶阴线组走完之后，本周走的是一个沙僧阴线。那么周线级别呢，它有走这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这个预期，这个预期呢我前面说预期的目标点位是在35000美金，那35000美金目前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个位置呢是前面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支撑在这里是有支撑的。那我们的周线级别还有一个位置没有走出来，叫唐僧位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阴唐僧位还没有走出来。那这周走完之后，我认为下周会有一个低点接近33000美金接近33000美金。这里呢是一个牛熊分割线非常重要的牛熊分割线，是当前行情当中的一个几何结构它的底边线的位置上，如果33000美金跌破的话，有机会形成月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月线级别下跌西游是一个熊市必然要发生的东西。那我们看去年11月份标志性阴线悟空阴线，12月份8阶阴线，那走到这里呢，一直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如果发生月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话我认为能看到25000美金以下的比特币是这样。然后我们分析比特币剥这个洋葱，我们剥了月线级别，剥开了周线级别，然后我们再往下剥日线级别
抛开日线级别，它发生了什么呢？日线级别上，我用这个紫色方块画出了它一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其中上方4800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这个我们知道啊，我们非常清楚，这个前节课说了，是由筹码密集区构成的啊，48000美金构成一个压力位，反弹没有过48000，然后3月31日出现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所有的都是它的震荡。那这些震荡走完之后，走8金阴线，然后走沙僧阴线组，这里沙僧阴线组，然后唐僧阴线组。那在唐僧阴线组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发生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也就是4月26日的这个标志性阴线。我们看啊，这是有别于前面行情的。为什么说它有别于前面行情呢？因为这根阴线跌破了整个这个箱体。跌破了前面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当中唐僧阴线，形成了一个箱体震荡这是4月26日形成了新的一轮日线级别的标志性阴线。有了它之后后面所有的震荡我们都管它叫妖怪妖怪 K 线。那妖怪没有打过悟空没有打过悟空阴线之后那下面接下来走的应该是8金阴线，但8金阴线还没有走出来。我认为昨天的这根下跌阴线仍然处在这个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所以我用红圈把它画出来这一部分呢都是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悟空阴线组，然后再往下走，它会走出新的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最后呢完成周线级别的下跌，到达我们当前的目标位33000美金这个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最终呢形成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一定会到达33000美金这个位置上。然后呢这个位置可能会出现反弹，也可能不出现，这个无所谓在行情当中呢我在 VIP 群中，但在这个普通群当中都有人在问，现在是做多做反弹还是做空，反弹有没有机会反弹一直在问这样的问题，这个是毫无意义的。你根据西游战法顺势而为就好了。为什么叫顺势而为呢？因为所有的人都想抄底，这是人的反身性，但反身性的反身性才是能在行情当中赚钱的一个方向。什么叫反身性的反身性呢？就是顺势而为。当前是下跌趋势当中，只要做空就好了做空，同时呢我们有很高的利润空间。我前节课一直在说比特币上轮行情跌幅达到 85%， 以太坊是跌幅达到 95%上一轮熊市当中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跌幅。那这轮行情呢目前刚刚跌了，到现在这个位置刚刚跌了 47%， 下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很大的利润空间让我们去做空头的这个方向。同时呢在跌破44000美金之后，行情的趋势就是在下跌，所以呢一直以来在跌破44000美金之后，我一直说空头已经来了，做空头这个趋势就好了，顺势而为才能在行情当中大概率大幅度的赚到你应该赚到的钱。你在行情当中听我的课去学习这个西游战法，去学习 K 线理论这么辛苦，你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在顺势而为这个趋势这个方向确定下来之后，找到进场的位置，然后呢介入自己的仓位，和行情产生关系之后，在行情当中逐渐的获利。回到行情当中然后我们看比特币我们怎么进场如果反弹发生的话，我们看这里面有一个波峰的连线，这个波峰的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如果反弹到37400这里，这是一个进场空头的一个时间点。为什么这么进场呢？因为它有一个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压力线在这里。那如果行情继续往下跌的话，继续往下走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进场的点，就是大概在35500这里可以选择进场。但是呢如果35500进场的话，你是一个追空的话，你要设置一个止损位，我认为是在36200这里设置一个止损。这里呢目前正在小线形成筹码密集区，所以呢如果追空的话如果追击空头的话，你要设置一个止损，在36200设置止损
啊。那最好的方式啊，是它如果能够发生反弹啊，在37000美金之上做空头啊，做空头这个位置呢，它是有压力线的啊，有压力线的位置相对来说是非常安全的。然后以太坊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特征，这里面有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我用紫色方块画了出来。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一直围绕唐僧阴线啊，唐僧的这个阴线做来回的震荡，震荡完成之后，我们看昨天的这根阴线已经可以构成标志性的阴线，我们管它叫悟空阴线。那么我们在这个悟空阴线的基础上，就有下方。在悟空阴线的基础上，就有下方做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可能性。在这个可能性条件下，我们认为目前有的支撑是在3600是在2600美金，在这里面是有事实上的支撑的这也是8进阴线，也就是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第二根阴线能够看到的一个目标位。这里呢会有支撑我们看从去年2月份至今，波谷的连线一直在2600美金这里存在支撑。如果2600美金跌破日线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的话，我们能看到2200美金的以太坊的价格。为什么这么看呢？因为趋势目前是下行，一轮日线级别下行吸油完成之后目前正在处于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进程当中。这样呢，在周线上就有可能发生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从当前位置上看，我们处在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杀生位，也就是徘徊的一个位置。我们说周线级别杀生位是类似于我们的人生。这个位置如果发生跌破，我们会看到2600美金。如果2600美金再次跌破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我们就有可能看到2200美金2200美金是这轮横盘震荡过程当中波谷的位置这是一定能看到的。目前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特别是美股在日线级别完成这轮昨天完成这个下杀之后它有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预期目标点位31000点。那以太坊在这个级别上，在周线级别上就有完成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这个预期。那怎样介入行情呢？目前已经发生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位已经发生了日线级别下跌吸油悟空阴线，已经出现了这个悟空阴线。那么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反弹到达2820美金附近到达这个筹码密集区附近，如果能够反弹到这里是介入空头的一个时间点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我们看到了，我昨天用这个弧形画出来了一个它的下跌图形，它是缓慢的退2进1的走弧形去下跌的。那么当前时间点呢，它有机会跌破这个弧形，进入到下一个下跌的速率当中也就是如果跌破2600美金进入到一个新的日线级别新的跌破之后的一个下跌空间的话它的下跌的一个幅度将会打开我们会看到跌幅越来越快，跌速越来越快。然后我们还复盘一下这个 Waves 这是我们在之前做了10倍以上空间的一个币种它是做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非常巨大的涨幅。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分别是悟空、八戒、沙僧、唐僧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做周线级别下跌，同样下跌速率和上涨速率基本上是一致的。下跌当中的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走到这里，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宣告结束然后呢，它从小时线上就是从小的时间级别上逐渐向大的时间级别上酝酿出来了一波上涨那这波涨幅呢，上涨的空间我们看大概是42%一个非常巨大的涨幅因为它跌的也非常多。然后呢，我们在4小时线上，我们切到4小时，稍微等一下，4小时级别线上呢，我们看到了它有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最终它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那当前行情当中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我们认为它能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到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它的一个反弹
就是周线级别下跌之后，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或者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它4小时级别已经出来了，已经走出来了，但是呢，由于比特币行情大幅下挫所以它跟着快速的进行了回调。那这轮回调呢，还没有把它的多头完全杀死。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它在日线上，它形成的这个非常突出的阳线还没有被完全杀死。在这种情况下呢，它还可以作为一个上涨的悟空。如果不跌破12美金的话，它还有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我们要严格的设置止损严格的把12美金这个位置上设置止损因为悟空阳线一旦被杀死之后在现货行情应该立刻止损出局。如果比特币的行情如果能够正常的波动，也就是说发生震荡，不继续下行往下跌，那 Waves 这个代币呢，就还有机会做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个止损。4小时级别的止损呢，会设置的比日线级别的止损要高一些你在进入到 Waves 里面受到的损失会小一些。那4小时止损的话，我认为在12.7美金就足够了当前价格13.49你设置止损设置到12.7、12.8都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设置止损，防止它做什么呢？防止它做4小时级别对称性的下跌如果出现对称性的下跌的话，一定要出局因为主力资金这边也要考虑到比特币的行情，也要考虑到美股的行情，下跌趋势当中它的反弹能够反弹到什么样的位置也要看大环境。然后呢，抹茶交易所最近活动特别多，通过我的链接注册抹茶的话，交易量达到500美金就可以获得25美金的 BTC 的空投，然后还有机会得到1000美金的赠品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欢迎大家注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